凤姐命平儿取出20两银子，随手递出去。20两对凤姐来说，这是打发远亲的零头。荣国府一顿螃蟹宴花掉20多两，够庄稼人过1年。但对门外跪坐了半天，连开口都要鼓3次勇气的刘姥姥来说，这20两够她一家撑过整个冬天。一个75岁的老寡妇带着一个5、6岁的外孙从京郊走进荣国府，她要穿过角门、门房、仪门，抄手游廊，经过4个人的手才能坐到王熙凤面前。她是怎么走进去的？上一回贾宝玉在秦可卿卧房午睡，由太虚幻境醒来时，他叫了一声可卿，身边的袭人替他整理衣物，发现了异样。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件书中只用几个字带过的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经变如此，这件事日后会重新定义袭人在怡红院的位置。但此刻曹雪芹把视线从大观园中移开，转向一个与这个世界几乎不相连的人。刘姥姥75岁，寡妇，女婿王狗儿祖上做过小官，与王家连过宗，如今家道败落，一家人住在京郊乡下，靠2亩薄田过活。冬天快来了，地里的收成不够过冬，家里没钱。他记得一件事，女婿的祖上认过金陵王家做本家，如今荣国府的当家奶奶王熙凤正是那个王家的人。他决定进城碰碰运气。刘姥姥不是突然出门的，在那之前，她先开口试探了女婿一句。她对王狗儿说：“你们今年的收成未必够使。”又说：“当初你爷爷在世时跟王家走得那么近，如今何不去走动走动？”王狗儿不愿意，他拉不下脸。刘姥姥替他把话接住了：“你又不曾和他们深交过，没得去了也是白跑。”但话锋一转：“要不然我带板儿走一趟。”他在等女婿点头，女婿默认了。第二天天没亮，刘姥姥带着5、6岁的外孙板儿出发了，从乡下到宁荣街走了大半天。到的时候，荣国府大门已经开了，石狮子蹲在2侧，门口几个看门的正在那里坐着晒太阳。他没有往大门走，他很清楚自己不能走正门。刘姥姥绕到了后街的角门，她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不认识任何一个人。20年前，王狗儿的爷爷和王家走动时，接待他们的管事叫周瑞，刘姥姥只记得这个名字。她站在角门外，拉着板儿等了一阵，看见几个人出来，才上前陪笑问了一句：“劳烦哥哥，周瑞周大爷往哪里寻？”那人告诉他，周瑞不在家，但他媳妇在。那人随手一指，给了他一条路，就是刘姥姥在荣国府里得到的第一个方向。不是正式引荐，不是地铁投名，是一个门房随口一句指路。他顺着那条路找到了周瑞家的。周瑞家的认出了他，原著写得清楚，周瑞家的对刘姥姥并没有多热络，但也没有拒绝，因为当年她丈夫在外面办事时曾受过王狗儿祖上的好处，这笔旧账还在。刘姥姥开了口，把来意说了一半，也没说得太明白，只说想见见姑奶奶。周瑞家的告诉他一件事，如今府里管事的不是太太，是太太的内侄女王熙凤，你要见得去见凤姐儿。刘姥姥犹豫了一下，她没见过凤姐，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人的脾性，但周瑞家的答应了一件事，她愿意带刘姥姥走一趟，就是第2道门被打开，周瑞家的领着刘姥姥穿过1道仪门，进入荣府内院。刘姥姥一路走一路看，院子越来越深，房屋越来越密，规矩也越来越重，每到门口都有人，那些人看都不看她一眼。走到凤姐院子门口，周瑞家的让她等一等，这一等等了很久。周瑞家的先去打听消息，凤姐在不在，什么时候方便。平儿说奶奶刚吃完饭，正在梳妆，等一会儿吧。刘姥姥就站在廊下等，板儿站在她身边，她不知道要等多久，没人告诉她接下来的安排，她只能听见里面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丫鬟的脚步声。过了一阵，平儿出来了，把他们领进去。刘姥姥第一次进入王熙凤的正房，她看到的是满屋子的陈设，原著写得非常细，炕上堆着锦缎靠垫，桌上摆着钟，旁边还有一个穿红着绿的小女孩在那里玩，那个小女孩就是凤姐的女儿。此时书中没有给她名字，脂砚斋在旁批了一句，这句话后面再说。凤姐没有立刻见她，刘姥姥进了屋，凤姐人在里间，还在和平儿说着什么家务事。刘姥姥不敢催，又过了一会儿，凤姐才出来。凤姐出来时脸上带着笑，她先让了座，再让倒茶，但她没有先问刘姥姥来做什么，她问的是怎么不早来，又问了几句客套话，刘姥姥一一答了，陪着笑，一直在找开口的时机，但开口要钱这件事在这间屋子里极难。凤姐对面坐着，穿戴齐整，规矩分明，平儿站在旁边，把耳缩在姥姥身后，什么都不敢碰。
原著写刘姥姥的状态未雨先飞，红了脸。她好几次想说，嘴唇动了又咽回去，最后是硬着头皮把话绕了一大圈，才把家里过冬艰难这几个字挤了出来。凤姐听完没有为难她，也没有多问，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亲戚本该走动，只是我们府里人多势杂，外面看着光鲜，里面难处也不少。接着话锋一转，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遭开口，我怎么好叫你空回去呢？随后凤姐让平儿去取银子20两，另加1吊钱，算是雇车的路费。刘姥姥接过来时，原文写了4个字，喜得浑身发痒。她连声道谢，千恩万谢。凤姐又客气了几句，让周瑞家的送她出去。刘姥姥原路退出，经过那些廊下、门口和院落，再穿过仪门，再走回角门。她来时那条路，这时候她记得比谁都清楚。一路上，她把20两裹好，搂在怀里，宝儿跟在后面，走得比来时快。出了角门，上了大路，身后荣国府的门合上了。凤姐随手递出的那20两，在荣国府日常账目里几乎不值一提，但脂砚斋在刘姥姥第一次出场时，写下了一条极重的批语：此回借刘玉，却是写阿凤正传，并非范写，且服2敬、3敬及巧姐之归着。一个服字，把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和后文几十回贾府败落后巧姐的最终命运连成了一条线。第5回太虚幻境的判词册里，巧姐那一页画的是荒村野店中一个美人在访妓，判词写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寄刘氏，巧得遇恩人。寄刘氏指的就是凤姐今天给出去的这笔银子，遇恩人，恩人就是此刻正走在角门外面那条路上的刘姥姥。刘姥姥一共进荣国府3次，第一次她走角门求钱过冬，第2次在第39到42回，她被贾母留下来住了好几天，逛大观园讲故事，被众人取笑。第3次在80回后，根据纸批和前80回多处浮现，她再次进入已经败落的贾府，完成的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救人。前80回另有一处支批直接提示了方向。前第42回刘姥姥给巧姐取名字时，批语说为巧姐扶脉。取名这个动作本身说明刘姥姥已经与这个孩子发生了正式的命名关系。此刻再回看今天这间屋子，凤姐接待刘姥姥时，旁边有一个穿红着绿的小女孩，书中没有给她名字，因为她的名字还要等到刘姥姥第2次进府时才会被正式取定。那个小女孩就是巧姐。凤姐给20两的时候不会知道，她此刻做的这一件最微小的事，最后会回到她女儿身上。陈高本后40回写巧姐被舅舅王仁和贾云卖入烟花之地，刘姥姥赶来将她救出，带回乡下，嫁给一户本分人家。这个结局是否为曹雪芹原意，红学界仍有争议，但方向与纸批判词大体吻合。巧姐最终离开贾府，在乡间访妓度日，而带她走的人就是今天拿走20两的那个老太太。20两，一笔打发穷亲戚的零钱，但它变成了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偿还的债。荣国府最终被偿还的不是银子，是一条人命。刘姥姥从角门进入，靠周瑞家的引路，靠平儿传话，靠凤姐一个随手的决定带走20两银子。她没有身份，没有帖子，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东西，她唯一拥有的是一张旧年的人情网和开口求人的勇气。而凤姐用最轻的代价打发了一个远亲，她不知道这个人会回来。刘姥姥走出角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门她来时找了很久，但走的时候她已经记住了。角门进去往左，过一门，穿廊下到正房。周瑞家的住在哪里，平儿站在哪里，凤姐坐在哪个位置，她都记住了。一个75岁的老太太带着外孙，怀里揣着20两银子，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路她后来又走了2次。